为了成全夫君和白月光，我拼死从山匪手中救下了沈英婉。赐婚宴已经开始了，沈姑娘现在赶回去还来得及。这沈娘子素来最爱与您作对，还抢走了太子殿下，您为何冒着生命危险救她，还将马车赠她？我默然片刻，大概是因为有人还在等她。上一世我做了一辈子的端庄贵女、贤良皇后，可直到死时，世人才知我出嫁10载，仍是处子之身。哪怕我在努力，萧衍心中永远只有那个早亡的沈英婉。所以重来一世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救自己前世夫君的白月光。前世沈英婉被贼人掳走，凌辱了整整1夜，她当场自尽，缺席了和萧衍的赐婚宴。萧衍大痛，整整3日不曾出过房门，还因此落下了头疾。后来我与他的新婚之夜，他掀开我的盖头，他没有碰我，冷冷道：苏恒，为了嫁给一个不爱你的男人，心狠手辣至此，如今你可谈心如意了？他以为是我为了储妃之位害死的沈英婉。我解释了10年，自证过无数次，他不听不信，也不爱我。而现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，我与他此生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我回府时，母亲正在跟父亲哭诉：红儿命苦啊，全天下谁不知道她将来要嫁进东宫做太子妃，现在倒好，储妃之位旁落，以后她要怎么办啊？我的姑母是太后，可当今皇帝同她年岁相近，并非她的亲子。当年姑母助她夺嫡，她亦许诺姑母苏氏一族未来的荣光。我是苏氏一族同龄姐妹中样貌最出色的一个，是以从我7岁起便被太后接到宫中教养。我修4德，习6艺，只为将来能够站在萧衍身侧，做她的太子妃。但很可惜，她没看上我。苏氏女工于心计，性情沉闷，姑不喜她。她看上了沈太傅的嫡次女。半年前，她为此事在皇帝和太后面前立了军令状，若她能取下蛮夷首领的项上人头，便允了她和沈英婉的婚事。她做到了，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，迎娶她的心上人。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唯一不好的人只有我。我已经16，却仍未定亲。我的亲事成了母亲的心病。前世沈英婉死后，储妃之位又落到了我头上，母亲却叹了一整夜的气。她道：也不知这桩婚事究竟是福是祸。那时我已没有拒绝的余地，整个苏氏一族的荣辱兴衰，姑母的期许，还有沉甸甸的圣旨，全都压在了我头上。想到这里，我走上前笑了下。母亲不必为女儿忧心，此事我已另有打算。她另娶，我也有想嫁的人。次日一早，我便跟着母亲去了首饰铺子。她擦干眼泪：我的恒儿生得这般花容月貌，你放心，娘一定替你寻个好夫婿。她没将我昨夜说的话当回事，她认定我痴心萧衍，错失她，心中必然难过。我也没有将我想嫁的那人告诉她，若说了，她恐怕要当场吓晕。进了铺子没多久，管家找来，说我府中出了事，母亲不许我跟着，带了2个丫鬟先回了。我只好百无聊赖地看起首饰，可我刚拿起一对紫玉芙蓉耳坠，就有另一道声音传来：皇兄，我要那个耳坠。我循声望去，正是萧衍的胞妹宁安公主。她瞪了我一眼：这是本公主先看上的。她性格骄纵，前世今生给我使了不少绊子，可每次萧衍都冷眼旁观。苏恒，这世上没有鱼与熊掌兼得的好事，你既得了皇后之位，这些屈辱委屈都何该受着。我也确实忍了一辈子，兢兢业业打理后宫，做一个贤淑端庄的皇后。到后来，朝堂后宫除了这兄妹俩，没人会说我半句不好。我想，我这一生纵然没有情爱，死后史书工笔也该有一记美名。然而一切都被宁安毁了。她站在我的病榻前，故作无意地掀开我的衣袖，指着上面的朱砂道：皇嫂嫁给皇兄10年，怎的到死还是处子之身啊？一时间殿中乱了套，后妃和宫女们全都鄙夷地望着我。那个时候，萧衍就站在一旁。闻言，他垂眸，将我的衣袖放下，盖住那抹红点，末了竟还为我掖了掖被角。我无动于衷地回望他，眼中早已没了情意，也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。他愣了片刻，倏尔闭上眼睛，不再看我，只轻声道：苏氏其人，不堪为妻。夫妻10年，
我为他挡过刀剑，千里奔袭，我替他那四妃迎美人，他膝下2子1女，我全部视如己出，悉心教导，到头来却不配做他的妻子。前尘往事如梦一场，而此刻我没有像之前一样讨好和谦让宁安。我看向面前的掌柜，不必理会他，我先来的，卖给我吧。闻言，一旁的萧衍微不可见地蹙了下眉。宁安气急，苏恒，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幸好皇兄喜欢的人是应婉姐姐，而不是你，不然你这样一个女人怎么配做储妃？真是小家子气。说着，他就要上手抢那对耳坠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萧衍终于开了口，他嗓音清润：“宁安，放下。”宁安不依不饶，撒娇道：“不行，我想把这个送给应婉姐姐，她最喜欢这种样式的耳坠了。”若是以前，萧衍早就答应了，可这次他的面色沉下来，又重复一遍：“放下。”宁安自觉丢了脸面，朝我丢了2句狠话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阳春3月，自在莺啼。我看了眼远处的青石像，没有像从前一样借机跟萧衍说话讨他欢心，而是拿着耳坠就要抬步离开，却不防会被萧衍唤住。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开口：“那日的事，应婉已经告诉姑了，她受了惊吓，还没缓过来。待明日，姑与她一同登门向你道谢。前世今生加起来，这还是她头一次和颜悦色地同我说话，真难得啊！看来她的喜恶都跟沈应婉有关。我救下沈应婉，她就把我当恩人，而上辈子她疑心我杀害了沈应婉，一生都不肯善待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摇头，不必了。此事若传出去，对沈姑娘名声有碍，还是别让旁人知道为好。但我和她都清楚，她压根就没有上门道谢的意思。若真的有，昨日便来了，身体不是什么的，都只是托辞而已。更甚至，若我真的对外提起这件事，她还会想法子颠倒黑白一番。今日这番话，不过想听我亲口保证自己不会外传。果然，听到这里，萧衍的眉头舒展，对我的愧意也越发真切起来。苏恒，他道：“先前是姑对不住你。”哦，他说的是悔婚令我颜面扫地一事。我说：“他并不是个多话的人。往常我同他说10句话，他只回1句，连一个眼神都吝啬给我。此刻我安静起来，他却又一次主动开了口：‘姑听闻你婚事有爱，姑可替你寻一门好亲事。’说到此处，他的嗓音微顿：‘女子青春短暂，你不必再将心思放在姑身上。前世的这个时候，我确实喜欢她，甚至为了同她多说几句话，还偷偷让人寻来她喜爱的古籍。可惜转头就被她扔了。’想到此处，我抬头：‘除了你，我想嫁谁都行。’男人点头：‘你对应婉有恩，亦是姑的恩人，你未来的夫婿，姑会在仕途上尽力帮衬他。’言下之意，贩夫走卒也好，穷酸书生世家子弟也罢，只要我喜欢，他便会帮我。哎，可是殿下，我想做的是你嫂嫂啊。重生以后，我已细细思量过，身为苏家女，若是不嫁人，这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可母亲说的对，有萧衍在，莫说长安，就是整个天下也没人敢娶我。哦，除了一个人，萧衍的兄长靖王萧玄烨。说起这位靖王，他的身世很尴尬，他的生母只是个浣衣女，他从小便不受皇帝待见，未成年时便被封王，送去了漠北。但如果我没记错，几日前他正好回了长安。他年近20，仍未成婚。进京后，曾先后与礼部侍郎的孙女承平侯的长女议过亲，可都被对方以不同的理由拒绝了，最后只好狼狈离京。我们的处境实在太相似了，怎么不算般配呢？但这些打算我并没有告诉萧衍，他哪里会将我的事放在心上呢？为我找夫婿一事，大抵也只是嘴上说说罢了。但我没想到，隔日他竟真在茶楼堵住了我。他递给我一个册子，你瞧瞧。我接来一看，厚厚一本，竟是10几个男子的家世和生平，连后院有几房姬妾都写上去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认得上头的字迹是萧衍的。我抬头，颇为诧异地看他，我有些没料到他会有耐心亲自做这样的事。不过只是转念间，我便想通了，这是在替沈应婉报恩，他自然舍得下功夫，他是用心挑过的。这上头的男子，后来萧衍登基，个个都封侯拜相，平步青云，窗外流云似锦。我放下手中的册子，只好对他直言，这些人我一个也不想嫁，当然他们大抵也都不愿意娶我。萧衍怔了一瞬，唇角微抿，你看不上这些人，难不成是因为还对姑？他的话音未落，楼下就传来了一阵动静。我侧眸望去，就看到一墨袍青年正面无表情地捡起地上的拜帖，他的对面有个小厮一脸为难道：王爷，我家姑娘有恙在身，今日真的不能见您，这婚事恐怕也不成了。我看了眼对面府邸的牌匾，正是承平侯府，看来
这已经是他第2次被拒了。思绪回转，我就听到萧衍的喉间溢出一丝轻笑，或许是方才相对而坐，共饮了一盏茶，他对我说话时也多了2分真心诚意。我这位皇兄脾性极差，又冷血无情，谁若敢嫁他，孤道要对那人刮目相看了。听到这话，我正要反驳，却不料楼下的萧玄烨竟突然抬起了头，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我弯唇对他轻轻地笑了下。回府后，我便让清堂送了封信出去。信中我告诉萧玄烨，今夜子时，城外10里乱葬岗有他想要的东西。说完，我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：茶楼初逢，一见如故，叛军攻城。清堂看到，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。姑娘，这位靖王虽落魄了些，可听说此人手段狠厉，不好招惹。我笑了下，我知道，但目前他也是我唯一的退路，他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第2天，父亲从朝中回来，我就听到他说，靖王昨夜在乱葬岗找到了失传已久的藏宝图，陛下龙颜大悦，当即给了他不少赏赐。这位王爷不简单啊！这藏宝图是萧氏先祖打天下时得到的，传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，可2年前却被人盗走，遗落在外。此事一直是皇帝的心结，萧衍为此追查了很久，费了不少心力。前世找到这图的人其实是他，而现在我捷足先登，拱手送给了别人。此时此刻，我已经可以想到他的脸色会有多难看。当日夜里，我便见到了萧玄烨，他立在窗外，没了白日的狼狈，一身黑衣，风骨料峭。他问我，萧氏的贵女，出身清流，名满天下，为何要帮本王？我笑，我说的不是很清楚吗？我看上了你，想嫁给你。他一脸漠然，脸上带了丝讥诮。你不是喜欢萧衍吗？看来我之前做的那些糟心事，他也知道。我直视他，那些儿女情长，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。我嫁你为妻，你带我离开长安，往后我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你不能管我，如何？当然，若你到时有了喜欢的姑娘，时机一到，我们也可以和离。听到这话，萧玄烨盯着我，眸光晦暗不明。抢弟弟的女人，本王成什么人了？换个要求。我看着他，不换。萧玄烨的反应在我的意料之中，他倘若一口便答应下来，那才不正常呢。没多久，宫中举办了一场蹴鞠赛，前世我是和萧衍一起来的，但那时他才失去沈应婉，整个人阴沉到吓人，瞧见我更是半点好脸色都没有。而这次我刚坐下没多久，就有个丫鬟过来递给我一件披风，今日风大，我家姑娘正好多带了一件，赠与女郎。我抬眸就看到了沈应婉，她对我笑了下，目光中带了丝示好的意味。我跟她斗了那么久，从没想过有朝一日她会对我露出这样的神情。她的身侧赫然是几日不见的萧衍，他仍旧端方和煦，还对我轻轻地点了下头。这般模样，竟半点也看不出才被人抢走了泼天的功劳。多年夫妻，我了解他，越是不动声色，就表示他心里越难受。想到此处，我颇有些畅快。萧玄烨也来了，还一直跟在皇帝身边。我听见身旁的贵女悄悄调侃那位承平侯的长女，这位靖王竟生得这般好看，眼下又立了大功，怎么样，拒了他的婚会不会？听到这里，我没再继续听了，低头吃了2块糕点。当然也没什么人会搭理我，他们都巴不得离我这个昔日的楚妃远些，免得被沈应婉记恨上。可再抬头，我却对上了萧玄烨的视线，他定定地望着我，手落在腰间的玉佩上，一下一下，晃得人有些眼花。此次蹴鞠赛，萧衍并未下场，倒是萧玄烨拔得头筹，出尽了风头。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可临走时却出了一桩事。有几个纨绔子弟输了蹴鞠，便看什么都不爽，聚在一处提起长安城的女郎，提到我时说的尤其过分。这个苏恒生的真是国色天香啊，可惜殿下不喜欢，要我看她以后也嫁不出去了，又得罪了未来太子妃。要不我们去找她玩玩？秦兄说的有理，他以前那么高傲，眼里只有太子殿下，看不上我们这些人，现下只怕巴不得我们碰他，哈哈。很不巧，我正巧路过，全都听到了。但还没等我露面，就有人一脚踹翻了他们面前的桌子，还打碎了其中一人的门牙。再让姑听到这种话，便废了你们。竟然是萧衍！看到这一幕，一时间我觉得有些荒唐。前世我是他的妻子，可他从来没帮过我，现在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了，他却跑来为我出头。他在朝多年，运筹帷幄，不会不清楚这样的场合做出这种事意味着什么。他本可以置之不理的，真是造化弄人。当朝储君众目睽睽之下打了人，此事传到皇帝耳畔，他气得将手中的扳指砸到萧衍的额角。你还要不要脸面了？朕看你这储君是当得太舒服了。可等到皇帝问起缘由，
萧衍却一个字都不肯说。彼时，萧玄烨正从我身侧经过，他似笑非笑，为了不让人非议你，他连这种闷亏都吃了。苏恒，你真舍得丢下他，嫁给我？其实前世的我曾和萧玄烨有过2面之缘，第一面就是同今日相似的场景。那时他明明也才被拒了婚，成了旁人口中的笑柄。可当别人疑心是我害了沈应婉时，却只有他为我说话。捉贼拿赃，半点证据没有，你们凭什么空口白牙诬赖一个好姑娘？第2次见面是我死前半年，萧玄烨年近30，仍旧是孤身一人。他入宫述职，正巧撞见我在御花园咳血。我常年忧思，最后是病死的。而在那之前，身子已经不好了。萧玄烨默默地递给我一方锦帕，他道：“我会为你保密。”这宫墙深深，我待着闷得很。皇后娘娘呢？觉得快意吗？我不快意。而此时我还有选择的机会。风吹动我的裙衫，与他的袍角交缠。我抬头望他，很轻很轻地笑了下。我说：“那你呢？敢娶我吗？”又过2日，萧玄烨进宫，求来了赐婚圣旨。谁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就改了主意，愿意抢弟弟的女人了。接过圣旨，父亲很平静，他问我想好了。我点头，倒是母亲差点晕过去。你这又是何苦啊？他就算最近得了些圣宠，可将来等到太子殿下即位，我宽慰母亲，女儿不怕。再说以后的事，谁又能说得准？这时的萧衍正在东宫闭门思过，根本没人能见到他。我开始专心待嫁。4月12，我去了趟寺庙，眼看着就要出嫁，离开长安。在那之前，总要来拜上一拜，感念我佛慈悲，让戏女重活一世。捐香油钱时，我听到有人提起萧衍，说他今日被解了禁足。我没在意，带着清堂下了山。可走了一半，却突然听到利剑破空的声音。我掀开轿帘，只一眼，我便认出这些人便是那日的山匪。清堂已经负伤，眼看着就要昏迷，对方有备而来，我一步步被逼到了山崖。掉下去的那一刻，却有人一把拦住我的腰，用剑撑着山石，带着我缓缓往崖底去。他低眸看我，喉头滚动，抱紧，生死面前，别的全都不重要了。我依言抱住他，萧衍啊萧衍。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，前世的他最厌烦我靠近他。我很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我不过是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腕，他便大发雷霆，死了心吧，朕这辈子都不会碰你的。到了崖底，我对萧衍道谢，他说当还了你的恩情了。我抿唇，将这些山匪的来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萧衍的神情一瞬间变得不自在起来，这样一来，倒显得他方才说的那句话像笑话。我今日有此一劫，本就是因为那日救了沈应婉。争论起来，他们又欠我一回。空气一瞬间变得静默起来。我问起清堂，你过来时可看到他了？那么多人，他只怕孤的侍卫已经将他救下，但这山崖太高，他们寻过来，只怕要费一番功夫。我松了口气。萧衍找来木柴，生了火，我们坐在一处。这时我才发现他胳膊被划了道口子，深可见骨。可方才到现在，他竟一声没吭。我想了想，到底起身寻了些草药过来，替他敷上。他侧眸沉默地望着我良久，他突然笑了下。之前听闻苏氏女善医，姑还以为这是你为博美名，夸大其词。何止啊，前世今生，他对我的误会多了去了。我没在意，看过一些医书而已。太后并不是个迂腐世俗的人，除了派人叫我诗书公规，也会让我学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风很烈，吹得我们的衣袍簌簌作响。他添了把柴火，又将自己的外袍递给我，我没接。他敛眉，忽然道：“其实姑昨夜梦到你了。”只一瞬，我就明白过来，这就是他今日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。我抬头，眸中映着他的面容。他生了一双多情的眼睛，看人时总给人一种很专注的错觉。前世他这样看过后宫很多妃子，那些妃子无一不是千姿百态、倾国倾城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不论声音、相貌，亦或是走路时的姿态，总有一样是跟沈应婉相似的。而此刻男人这样看着我，跟那时的眼神一样，又好像不一样。他的嗓音微顿，又很快移开视线，似乎难以启齿一般。梦到你我洞房花烛。说到此处，他猛地止了声。我开口，漫不经心，殿下也说了，这不过是一场梦。之后的一个时辰里，我和萧衍相对而坐，可谁也没有主动开口说话，直到有脚步声从另一侧传来。我正要起身，却被人一把抓住了胳膊。火堆旁，萧衍的神情专注而认真。他说：“你婚事艰难，是姑的错，你可愿等姑2年，待应婉诞下嫡子，姑便引你进门。”我恍然，看来他还不知道，皇帝已经为我和萧玄烨赐了婚。若是前世没有后来那些记忆，我或许就答应了。毕竟当朝储君的侧妃，
将来等他登基，怎么也是四妃之一，不算辱没了我。更何况那时的我是真真切切的喜欢着他。然而此刻还没等我拒绝，就有另一道声音传来，带了戏谑和一丝不快。太子殿下，阿恒再怎么说也是你未来皇嫂，你这样拉拉扯扯的不太好吧？话音一落，萧衍的脸色猛地沉了下去，他的力道变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未来皇嫂？我扶开萧衍的手，直视着他，一字一句：殿下，我和靖王下个月便要完婚了，你替我欢喜吗？萧衍站在原地，良久说不出话来，直到看到我和萧玄烨并肩站在一起，他才近乎咬牙切齿地道：欢喜。萧玄烨要回漠北，婚期定得很匆忙。反观萧衍和沈应婉，皇后找钦天监算了一遍又一遍，为他们择了半年后的一个好日子。我入宫见过几次太后，她拉着我不住的惋惜，原想着叫你入宫来陪陪哀家的。有2回萧衍也在，我们很少说话，他面对我时神情比以往更严肃，也更深不可测了。太后对我说：你们又生了龌龊，我就下沈应婉一事，他是知道的。清堂是太后送我的舞弊。我摇头，没有。太后思忖片刻，他莫不是后悔了，对你动了心思？说到此处，他有些头痛。罢了，左右你们已经各自婚嫁，哀家便不想这些了，只盼着他那性子，就算真起了心思，也别生出什么事端才好。成婚前，沈应婉办了场赏花宴，给我送了帖子，我依约赴宴，无人处，他郑重地给我磕了2个头。那些山匪，殿下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我父亲从前查案时得罪的人，没想到他们连你也记恨上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们以后不会再出现了。听到这话，我怔了怔，这就查出来了。沈应婉点头，是啊，我回来后总觉得其中一人的样貌有些眼熟，便画了下来，拜托殿下查了查。况且就算我没画出来，只要有心，总有旁的法子能查清楚。沈家六娘有一手绝妙的好丹青，前世她死后，因为萧衍的缘故，她的画作在长安疯传，引得达官显贵趋之若鹜。她的画作每卖出一次高价，就会多几个人骂我杜甫蛇蝎心肠，这种词儿前世我都是听惯了的。母亲知道后时时悔恨，说我嫁错了人。没多久她便去世了，而我用了很久很久才让这些谣言消散，才挽回自己的声名。此时此刻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我不由有些想要落泪。原来这么简单啊！可前世就是没人肯信我。萧衍公务繁忙，并没有出现在宴会上。宴至一半，有丫鬟过来告诉我家姑娘邀您去园子散散心呢。我一看，沈应婉确实没在席上，我以为她是方才还有话忘了跟我说，便没起疑，跟了过去。可刚迈进院子，便有人往我身上泼了盆冷水，我的衣裳一瞬间湿透了。我抬头就看到宁安公主，她居高临下的冷笑道：皇兄最近对应婉姐姐冷淡了许多，本公主听说你和皇兄一起在衙邸待了几个时辰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应婉姐姐宽宏大量，不同你计较，我却要替她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我咬着牙，人家2个未婚夫妻之间的事，你总掺和在里头做什么？你是喜欢沈应婉还是萧衍？说到此处，我挑眉，不过好像哪一种都很大逆不道。宁安被我刺激到，就要冲过来扇我耳光，可下一瞬，他的手腕就被人擒住。滚！宁安一怔，皇兄。萧衍沉着脸，番邦过几日就要过来求亲，和亲公主的人选还没定下来，你若再这样，姑便让你去。宁安被吓到，连滚带爬的走了。等四周安静下来，萧衍的目光才落在我身上，他的眸中闪过一丝怒意，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此事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点头，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你最近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沈应婉就赶了过来，他带着我去换了衣裳。离开时，我能感觉到有一道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。没多久，和亲的人选了，正是宁安公主。听闻她离京时，萧衍在城楼上站了整整1夜。再往后，我们又见过几面，但一直没有说过话。他同我点头微笑，我也从没理过他。这日又在太后宫中遇见他，不知抽了什么风，竟开口说想听平沙落雁。满长安都知道，我最擅长的便是一曲平沙落雁。从前我也常弹，可他从来没完整的听过一回。他的话音落下，我默不作声，没一会儿就借口不适离开了。可刚走出宫门没多远，就被萧衍唤住。宁安已经被姑送走了，他以为他做的是付出代价。苏恒，你还不肯同姑说话吗？我回首看向不远处的男人，看向这个我曾错付终生的男人。这些日子，在我的帮助下，萧玄烨给他使了不少绊子，他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也不知每日哪来的功夫来太后这里请安。我说，我与殿下没什么好说的。他扯唇，一定要嫁给他。我点头，他轻笑，你知道外头那些人是怎么说你们的吗？我说知道，他们说
萧玄烨捡了萧衍不要的女人，而我捡了被2家贵女拒之门外的萧玄烨。我说那又如何？萧衍沉了口气，他看我良久，缓缓道：你只管去成婚，这些事你不在意，可姑在意。没过2天，我就听说有几个说书先生被勒令不准再提这事，有几个说的难听的还被拔了舌头。我出嫁时排场很大，萧衍送了不少东西，就连外人都有些意外，这兄弟俩明明不对付，怎么萧衍还出手这么大方？萧玄烨这些日子的努力并非没有成效。我们大婚当日，皇帝给了他一道免死金牌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防谁的。可出乎意料的，萧衍的脸色并不难看，他只是很平静地参加完了这场大婚。可当夜他回了东宫，却生生地呕出一口血来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究竟是为什么。而我不久后就跟着萧玄烨一道去了漠北。我们离开时，萧衍已经称病10多日，未曾出过东宫。到漠北没多久，新帝登基。我问萧玄烨，那个位置你想要吗？他说坐上那个位置注定了身不由己，我不喜欢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萧衍没有娶沈应婉，而是将她许配给了别人。那人很不巧，我有点印象，萧衍之前写的册子上就有这个名字。我依稀记得这人后院很清静，家里规矩也不大，算是个好归宿。萧衍登基2个月，朝臣劝他立后，广大后宫的折子快要堆成了山。萧玄烨知道这是以后，也象征性递上了一道折子。半个月后，皇帝批复，滚！萧玄烨啧了一声，好笑道：他也是奇怪，之前为了那个沈六娘要死要活，现在说不娶就不娶了，但下一瞬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跟那道折子一道送来的还有一封信，苏恒亲启，点名是给我的。我在灯下拆开了这封信，第1句他说：皇后，朕从未想过前些日子以来的磨难竟都是你给的。只这一句，我的手便颤了下，险些失态。萧衍也恢复前世的记忆了。第2句他说：罢了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最后他问我安否，我把这封信烧成了灰。没多久，我便发现萧玄烨每次出门回来都是一身的伤，我气愤不已，当即便想到这是谁干的。可还没等我找萧衍问个清楚，漠北就生了战事，我终日忙着照料伤者。与此同时，我和萧玄烨也越发默契起来。他跟我说，其实你记得吗？你7岁那年给了我一瓶金创药，还有一碟糕点。我怔住，在记忆里搜寻了很久，才想起来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。我记得那个男孩总是和人打架，可怜极了，看着十分瘦弱。那时的我才入宫，被母亲养的同情心十分泛滥，便偷偷给了他金疮药和糕点。我回过神来，看着他，原来是你啊，怪不得前世的他会为我说话，为我抱不平。这日我刚回营帐，正要点燃蜡烛，却突然被一道嗓音打断。他的声音沉沉，不必燃烛，朕有话问你。四周黑漆漆的，我坐下来，你说，朕现在要带你走，你可愿意？回宫以后，朕会重新为你安排一个身份。我说不愿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嗓音艰涩，苏恒，夫妻10年，你对朕到了最后真没半点情意了吗？这一瞬间我有些恍惚，不知为何，我竟下意识觉得前世我死前他想问的其实也是这一句。我说没有。下一瞬有人擒住我的肩膀，朕再问你一遍，半分都没有吗？我重复没有。下一瞬他笑了下，想必你还不知道，此战大捷，靖王正在回来的路上，朕命人在他的必经之地设了埋伏，你若答应同朕回去，或可免他一死。听到这话，我的眸光一瞬间变得凌厉起来，取下头上的簪子就要往他的脖颈扎去。萧衍，你非要如此吗？重生之后，我替你救下沈应婉，远嫁漠北，我已做到了这一步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他冷然道，你为了他要杀朕。我眼中含泪，是我早想这样做了，这一世他才是我的夫君。然而这话落下，我却听到了一声叹息，他抬手为我拭去了脸上的泪。罢了，吓你的。他离开后，我在原地坐了很久，才点燃蜡烛。我想到他走前说的那句话，没有埋伏，朕吓你的。朕这趟过来给你带了不少金银地器，还有太皇太后，他让朕问你何时回去看他。嫁给萧玄烨的第2年，我有了身孕，他高兴得恨不得昭告天下。生完孩子，我们一起回了趟长安，我去了趟皇宫。太皇太后告诉我，萧衍时常去看他，只是可惜你都有孩子了，他后宫那么多女人，却一个子嗣都没有。有不少人都疑心皇帝有病，生不了孩子。我离开宫门时，下意识回首，却在拐角处看到了一抹明黄色的衣摆。我叹了口气，继续往外走。这个人往后终其一生，我们大概都见不了几面了。宫门外，萧玄烨正在等我，我走向他，他对我笑，阿哼，正是一年春好处，情可托，往事已矣。我嫁给萧玄烨的第3年，
漠北下了很大一场雪，他站在院中，肩上落满了白，怀里抱着我们的女儿，正低声教她认字。小姑娘才刚学会说话，吐字不清，奶声奶气地跟着念父王。我倚在门边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前世那些事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，像一场大梦。醒来时，枕边人是他，掌心温热，余生可期。开春后，长安来了圣旨，太皇太后病重，召我回京。萧玄烨要驻守漠北，不能同行。他替我收拾行装时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将我的衣裳叠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笑他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他顿了顿，抬眼看我，眸中是我从未见过的认真。阿恒，太皇太后她怕是时日无多了，你若想在长安多留些日子，便留，但孩子我得带回来。我点头。他又说，若是萧衍为难你，你便传信给我。我伸手替他理了理衣领，他不会为难我的。萧玄烨没说话，只是将女儿递到我怀里，让我亲了亲她的额头，然后他俯身在我耳边说了2个字：等我。我抵达长安时，正是暮春，满城飞花，与记忆中别无二致，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。太皇太后的确病得很重，我跪在她榻前，她握着我的手，反反复复地看，浑浊的眼里竟有了泪光。哀家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。我摇头，姑母没有对不住我。她喘了口气，当年若不是哀家执意将你接入宫中，你也不必受那些苦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轻声道，那些苦都过去了。她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是啊，都过去了，你有孩子了，有夫君了，哀家也能瞑目了。我陪了她3日，第3日夜里，太皇太后薨逝，举国哀痛。我跪在灵堂里，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但我认得。萧衍来了，他没有穿龙袍，只着了一身素衣，跪在我身侧，与我一同行礼。我余光扫过他的面容，比3年前消瘦了许多，下颌线条锋利，眼下是淡淡的青痕。他没有看我，我们就这样跪着，一左一右，像2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。礼毕后，我起身要走，他忽然开口，你瘦了。我脚步一顿，漠北苦寒。他顿了顿，你不该去的。我回过头，平静地看着他，那里很好，他待我很好。萧衍垂下眼，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什么了，他才低声道，那就好。太皇太后丧仪过后，我本打算即刻启程回漠北，可长安连日大雨，官道被冲毁，我只好留在城中等待。这日，我在太皇太后酒店收拾遗物，翻出了一只檀木匣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些旧年的书信，有一封是萧衍的笔记，皇祖母在上，孙儿有一事不明，苏氏女聪慧端庄，堪为良配，可孙儿心中已有人，若强求此婚，对苏氏不公，孙儿恳请皇祖母另择家妇。信纸已经泛黄，边角有些卷曲。我抹挲着上面的字迹，忽然觉得有些好笑。原来当年他也曾想过娶我是不公的，只是后来命运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。沈应完死后，他被迫娶了我，然后将所有的怨怼和不甘都倾泻在了我身上。我将那封信放回匣子，合上盖子，都过去了，我不怨了，也不恨了。大雨停后，官道修好，我带着女儿启程。出城门时，马车忽然停了。清堂掀开帘子，面色有些古怪。怎么啦，姑娘？陛下在前面。我先连望去，萧衍骑在马上，只带了2个侍卫，一身长服，正静静地望着我的马车。我下了车，走到他面前，陛下怎么来了？他看了我一眼，翻身下马，朕送你一程。我本想拒绝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好。他没有骑马，牵着缰绳走在我身侧，我们并肩而行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出了城，走过长亭，他忽然停下脚步，就送到这里吧。我点头，陛下保重。他望着我，欲言又止，风吹起他的衣袍，猎猎作响。良久，他开口，苏恒，这是我嫁给萧玄烨后，他第一次唤我的名字，不是皇后，不是苏氏，是苏恒。这一世你过得可好？我望着他的眼睛，认真的回答，很好。他笑了，那笑容很淡，淡到几乎看不见。那就好。他从袖中取出一只白玉簪，递到我面前，这是太皇太后留给你的，她让我亲手交给你。我接过簪子，入手温润，隐隐有暖意。多谢陛下。他摇头，不必谢我，替朕向他问好。我知道，他说的是女儿。我点头。萧衍翻身上马，打马而去，走了几步，却又勒住缰绳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风吹起他的发丝，遮住了半边面容，我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听到他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被风卷走，像是说给我听，又像是说给自己听。苏恒，下辈子别遇见我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策马远去，消失在官道尽头。身后有人唤我，阿恒。我转身，萧玄烨不知何时到的，怀里抱着女儿，正朝我走来。他看了一眼萧衍离去的方向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是将女儿递到我怀里。回家了。我抱紧女儿，
对他笑。好，回家。回漠北的路上，女儿在我怀里睡着了。我望着窗外渐渐后退的风景，想起前世种种，又想起今生种种。前世我死在深宫里，身边空无一人。临死前，我想的是什么呢？大约是若有来生，我再也不要遇见萧衍了。如今来生真的来了，我遇见了该遇见的人，嫁了该嫁的人，过上了前世想都不敢想的日子。那根白玉簪我一直收着，不是念着旧人，是念着姑母。回漠北后，萧玄烨在院中种了一棵海棠树。他说：“你不是说你前世的院子里也有棵海棠吗？我替你种一棵。”我笑着看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前世的事？”他挑眉：“你喝醉了酒，什么都往外说。”我怔住，他走近，将我揽入怀中，下巴抵在我发顶。你说前世你死的时候没有人送你，你说你恨萧衍，你还说如果有来生，你想做一只鸟飞出宫墙，再也不回来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无声地落下来。他抱紧我，声音低沉而温柔：“阿恒，你不是鸟，你是我的妻。”这漠北的风沙很大，没有长安繁华，也没有锦衣玉食，但我能给你一样东西。我抬头看他，他低头吻了吻我的眼睛。自由。海棠树开花那年，女儿已经会跑了，她绕着树转圈，咯咯地笑，像一只欢快的小蝴蝶。萧玄烨坐在廊下，手里拿着公文，眼睛却一直追着女儿。我端了茶过去，在他身侧坐下。看什么呢？他接过茶，顺势握住我的手。看你。我耳根一红，贫嘴。他低低的笑，笑声闷在胸腔里，震得我的心也跟着颤。远处，漠北的落日壮阔而苍凉，天边的云被烧成橘红色，像一匹铺开的锦缎。女儿跑累了，扑到我怀里，仰着小脸问：“娘亲，我们为什么不回长安呀？”他们说长安可好看了。我摸了摸她的头发，轻声道：“因为这里才是娘亲的家。”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又跑去玩了。萧玄烨看着我，目光柔软得像3月的春风。阿恒，你后悔吗？我摇头，不后悔。前尘的委屈仍在心头，我活了26年，却从未为自己活过。端庄、贤良、隐忍、委屈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笑话。重生一世，我褪去枷锁，决心为自己而活，挣脱世俗束缚，随心而行，嫁自己想嫁的人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他懂我的过往，更护我的当下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十指相扣，没有多余的话语，只有满心的纵容。那便好。落日染红天际，晚风轻拂，暖意漫上心头。落日西沉，最后一抹光落在我们身上，靠在他肩头，听着女儿清脆的笑声，心中前所未有的安宁。那些伤痛早已远去，前世种种如云烟散尽，今生种种如春水长流。入秋时，漠北来了一批商队，带来了长安的消息，也带来了一盒江南的桂花糕。女儿从未吃过这般甜糯的吃食，捏着一块啃得满脸都是糖粉。萧玄烨坐在一旁，耐心地用锦帕替她擦拭，眉眼间的温柔与当年那个在长安被屡屡拒婚、眉眼冷硬的靖王判若两人。我咬着桂花糕，忽然想起前世我在东宫的日子，也曾托人从江南带来桂花糕，想递给萧衍，却被他随手赏了下人，只冷冷道：“甜腻腻的，倒合了你的性子。”那时只觉得心口酸涩，如今再尝，却只觉甜香满口，再也没有半分难受。清堂端着刚炖好的汤进来，笑着道：“姑娘，听说长安那边陛下近日又驳回了立后的折子，还说此生无后亦无妨。”我淡淡颔首，没有接话。萧玄烨将女儿抱进怀里，擦干净她的小手，对清堂道：“长安的事不必再提，扰了姑娘的清静。”清堂应了声，退了下去。女儿窝在萧玄烨怀里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爹爹，长安是什么地方呀？为什么总有人提起？”萧玄烨低头捏了捏他的小脸蛋，是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不如我们漠北好。我笑着补充：“是娘亲以前待过的地方，不过现在娘亲的家在这里，和爹爹囡囡在一起。”女儿似懂非懂，点了点头，伸手抱住萧玄烨的脖子：“那囡囡永远和爹娘待在漠北，不离开。”萧玄烨抬眸看我，眼中盛满了笑意，伸手将我也揽入怀中。一家3口依偎在廊下，看着漠北的秋阳洒在院中，落在那棵海棠树上，树影婆娑，岁月静好。入夜后，我靠在床头看书，萧玄烨处理完公务回来，坐在我身旁，忽然道：“明日我们去城外的草原走走吧，囡囡一直想去看野马。”我合上书，笑着点头：“好。”他伸手轻轻抚过我鬓边的碎发：“阿恒，谢谢你。”我抬眸看他，眼中带着疑惑：“谢谢你肯嫁给我，肯陪我留在这漠北，肯给我一个家。”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我握住他的手，贴在我的心口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是你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给了我自由，给了我前世从未拥有过的温暖。窗外漠北的夜空，繁星满天，比长安的星空更亮更辽阔。他低头吻上我的唇，温柔而缱绻。前世的长安
柳梢青时，我孤身一人，别了那场错付的情深。今生的漠北，秋阳正好，繁星满天，我身边有良人相伴，有织女绕膝，岁岁年年皆是安稳。那些关于长安的过往，那些关于萧衍的执念，终究是散在了漠北的风沙里，被岁月掩埋。往后余生，唯愿与君相守，看漠北的花开花落，看草原的云卷云舒。岁岁年年，岁岁安澜，情可托，心可安，往事已矣，余生皆甜。